假如灾厄村民也有属于自己的傀儡，当我们在野外击杀了一只掠夺者的队长的时候，就会获得一个 buff 不祥之兆。而当我们带着这个 buff 来到村庄，村庄就会受到灾厄村民的袭击。不过村庄里不但有村庄英雄小包，还有铁傀儡帮助小包一起守护村民。这些普通的掠夺者，铁傀儡基本上2下就能秒掉一个，甚至连巨大的劫掠兽都不是铁傀儡的对手。为了这件事情，灾厄村民中的工匠卫道士进行了激烈的讨论，希望可以创造一个可以和铁傀儡抗衡的机器，并且向灾厄村民之中的法师请求帮助，希望幻魔者可以为他们制造的机器附上灵魂。为此，还和这个幻魔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。于是，灾厄傀儡他来了。就是这个了，长得稍微有一点像铁傀儡的一个木质傀儡，然后它的身体中间还有一个座位，坐在上面的战士基本上都是卫道士。你们可能现在看他感觉有点呆板，他不但少了一只手臂，而且走路的动作也很慢。其实他的那个手臂和卫道士一样，要在战斗的情况下才会拿出来，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他手上拿的是一把木斧子，就像一个放大了的卫道士。不过这些灾厄傀儡的战斗力其实比较弱，因为幻魔者喜欢吹牛，他根本就没有给这个傀儡赋予灵魂的能力，所以这个傀儡只是单纯的一个木质机器而已。我们什么装备都不穿，他们一下只能打掉我们2颗星左右，而且我们在攻击他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攻击到坐着的这个卫道士的，而直接把这个坐骑的主人给打扁。木头材料再加上没有保护，这个傀儡的血量再厚也没有用。而我们击败了这个傀儡之后是可以获取战利品的，而且还可以骑这个傀儡。然后你们应该注意到了，我们现在这个傀儡是一个没有头的状态，而且右手也是没有的。那它的头和右手就在我们背包上了。这个雕刻过的南瓜就是它的头，我们需要把它戴在自己的头上。然后我们再次骑上这个傀儡，这个傀儡就有头了啊，是不是非常的敷衍？然后它的斧子呢，则是我们5号位的这个斧子。这个斧子是可以通过铁傀儡的手臂隔空操作的。伤害的话，打普通村民一下是7滴血。这个灾厄傀儡的战斗力真的是不行，同样也是2下就可以被铁傀儡打死。主要每次挨打的都是中间那个操控员，下面的那个傀儡血量再多也没有用，给别人送装备嘛，这不是？这个傀儡的血量还挺高的，有53滴血。说实话，我们骑着这个傀儡的时候还挺好玩的，它的移速其实也不是很慢，就是这个战斗能力实在是太弱了，每次被打的时候打的都是我们坐在驾驶座上的人，都怪那个幻魔者明明没有能力，如果他被赋予了灵魂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不会被打到了。然后这个傀儡出现的条件就是生成卫道士的时候会有10%的几率变成这个傀儡，概率还是比较小的，不过还是挺好看的。OK，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我是小豹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